很多人觉得是美国的资本家去决定要不要透过金融危机来收割全世界的，所以他们呢就只会关注美国的一切动向。但如果你抽丝剥茧，寻根究底，你就会发现，每一次崩盘最后拿起屠刀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当全世界都以为美国的关税是股灾跟金融危机的导火线的时候呢，真正的金融核弹原来早就已经准备在日本引爆了。而引爆的地方虽然是在日本，但每一次死的却是全世界。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如果今天我告诉你，只要你以后赚到100块，你都要在里面拿15块给我，你会怎么样呢？正常人肯定会觉得我是傻子，对吧？凭什么我赚到钱了要分给你少一声呢？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不但会觉得分钱给我是很合理的，而且你还会主动的去打开你的保险箱，然后拿出你的1000万直接送到我的手上，让我随便拿去花。而且只要我用你这些钱赚到钱了，那里面90%的利润都是我的有没有可能呢？很荒谬是吧？但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就是美国真的对日本加了15%的关税，而日本呢也真的心甘情愿的直接从国库里面掏出5500亿美元，然后去投资美国，而且还去承诺只要赚到钱了，里面90%的利润都是你美国的。这代表什么呢？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就说这就是日本的卖国协议。但你又会发现，当日本签了这个协议之后呢，它的股市直接就暴涨了，都涨到快创历史新高了。也就是说，全世界资本家反而用他们的钱去投了票，说看好日本。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半个月之前，美国欠全世界债是36.2万亿美元，而半个月之后，也就是现在，因为美债上限通过了嘛，允许了美国可以再上市场借更多的钱了嘛，所以美国欠的钱就这半个月瞬间就多了6000亿美元，变成了36.8万亿。但是问题来了，你又会发现，这美国多欠了6000多亿呢，并没有到财政部的 TGA 账号，也就是根本没有进入到美国的国库里面，因为这个国库里面的钱一直都只有4000多亿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增加。这代表什么呢？很简单嘛，代表美国才刚刚弄到了这6000亿，这6000亿的钱都还没有放进国库里面，然后就已经花出去了。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美国国库里面剩下这4000亿呢，早就应该花光了，因为美国政府平均每个月花钱的速度是2000亿，那么现在4000亿呢，只够花2个月。但是为什么这4000亿可以一直在国库里面没有被花光呢？因为如果花光的话就会出现我们之前所说的，美国政府大概就在6、7月的时候破产，然后就会引发了金融危机。而现在我们就知道，美国政府的解决方法呢，就是在外面把那些账都拖着赊着，等到现在这个法案通过了允许他再去借钱他一借到钱就可以赶快的还钱，所以钱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国库里面，就要先拿去还债。再简单来说呢，美国政府其实只有4000亿，但现在我们知道，原来他一直在外面欠着6000亿，国库里面的钱本来他就不够花的。现在只要他一借到钱就要用新借来的钱去还以前赊下来的债。但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问题到底解决了吗？以前美国借钱，他一借就是10几20年的，这叫做长债嘛。长债它到期了，就以接近于0的利息继续的借新还旧，然后呢又可以再拖个10几20年了。这样去玩其实虽然他欠的钱会越来越多，但其实每一次还钱的时候，他只需要还利息嘛，而且利息呢还很小。但是现在呢，美债因为卖不出去了，所以利息呢已经涨到了4、5%了。也就是说，美国借钱的利息成本翻了4、5倍了。而且现在长债没有人买，只有短债才卖得出去。也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借钱给你美国10年、20年了。你现在3个月最多就1年就要给我还钱了，而且利息要翻个4、5倍嘛。然后美国的国库里面就只有4000亿了。那么当这个利息越滚越大美联储也不去给你降息，也不给你印钱，不会去救你政府，你政府每个月呢还要去花这2000亿，那你怎么还呢？就好像你爸不给你钱了你要去借钱还旧债，但是你现在借钱的利息又很高，你借回来的钱呢都要拿去还利息，这个月还的利息呢，下个月还的利息就要比这个月还要大，而且你还要继续的去花钱，那你怎么弄呢？而现在美国政府竟然可以告诉你，他们要在9月底之前把美国的国库从4000亿变成8500亿，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在9月之前，它不仅可以把之前的债给还了，国库里面还可以再多4-5千亿。为什么呢？答案今天知道了。美国它借不到钱，那么就可以让其他的国家去借钱嘛。今天日本要投资美国5500亿，但他手上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他就只能准备发一个特别国债，也就是向全世界借钱，然后投资去美国。而这些债呢，将来是要日本的老百姓去还的，最后赚到钱了，90%的利润都要归美国。再简单点嘛，就现在我美国不够钱花嘛，那你日本就去借，你借回来之后呢就给我，你日本呢就去还利息，我美国呢就去拿利润，你东西卖给我，我还给你加15%的关税，你赚到钱了，你还要分钱给我。而今天的日本就同意了嘛，就给全世界做了个示范。欧盟呢也要说准备要投资跟花钱大概1万多亿给美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美元指数开始反弹了，也就是我前2集说的，当美国发行美债，也就是向全世界借钱的时候，美联储却并没有降息和印钱给美国，那么其实借钱给美国的就只能是全世界，也就是说美国其实是在跟全世界抽水，把钱抽回美国。同时呢，美国甚至透过关税让全世界给他投资，也一样是在抽水啊。那这呢也只是第一步，你会发现过去几年美国带头全世界升息的时候，日本不但把它的利息降到接近0，而且还去扩表印钱。而现在美国带头降息了，但日本却开始升息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不但美国抽水了，日本也开始抽水了，全世界最大的2部抽水机也在同时抽水了。也就是说，真正的猎物呢根本就不是日本，金融危机呢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其实早就已经来了。你之所以觉得无感，只是因为之前倒下了是阿根廷、巴西、埃及、土耳其，但是这次呢不就跟过去的剧本一模一样吗？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可以随时回来跟着去做。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美国升息缩表就是在抽水，全世界就会没钱，没钱经济就会不好。美国降息扩表呢，就是反过来放水嘛，全世界就会有钱，有钱经济就会好，真的只是这样吗？这个世界拥有抽水和放水机器的不是只有美国啊，还有日本啊。比如说22年的时候，美联储就升息抽水嘛，理论来说呢，利息这么高做生意借钱的成本这么高，美股就应该崩盘才对啊。结果呢，却是反而不断的暴涨，为什么？因为美联储抽水的时候，这个日本把利息呢就降到0，而且还不断的扩表印钱，所以当时全世界没钱了，缺美元了怎么办？那日本就告诉你，我可以没有成本的借日元给你，你借走了我的日元之后呢，你就可以换成美元去花了。所以日元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是贬值了？就是大家都需要美元的时候呢，它不是从美国去拿钱了，而是从日本去拿钱了，然后就很轻松的卖日元买美元，所以日元对美元长期一直以来都是大贬值的嘛。也因为这样呢，美国它是在抽水，而日本呢却是在放水嘛，那大家还是有钱去花的。但是去年开始呢，日本就开始抽水升息了。日本第一次升息的时候呢，美股就跌了5%，那还好嘛，因为当时美国就宣布已经不再升息了，就是日本开始抽水了，那美国就立马停止抽水。然后你去看第2次日本升息呢，就跌了比较深了，跌了10%。所以9月美国呢就只能开始降了一点息，然后呢就不再降了。也就是说，日本抽水，美国放水。而第3次，也就是今年，日本再一次升息抽水，而美国呢却没有去放水，然后呢，美股就直接股灾了。那很多人说股灾是因为关税嘛，但关税呢其实是发生在4月了，而美股的暴跌呢，其实早就在1月底，也就是日本升息之后就开始了。那如果你觉得只是巧合呢，那我们再看嘛，00年的互联网泡沫，美国5月升息抽水，美股就到顶了。然后日本8月也升息抽水，然后过了不到半个月就刺破了互联网的泡沫，美股就开始崩盘了。还有08年的金融危机呢，在06年的时候，美国呢就升息抽水了，但没事，
只是在07年美国降息放水的时候呢，日本却开始升息抽水了，然后呢就刺破了美国的次贷泡沫，直接崩盘了。所以你会发现崩不崩盘，关键好像不是在美国抽水放水，而是在日本抽水放水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每一次日本升息的幅度呢其实都很小啊，它就升个 0.25% 0.5% 之类的利息，不足以为惧，对吧？那么很多人就会解释告诉你，是因为很多人在日本借钱了啊，他们都是加了杠杆的。比如说我借了你10亿，我拿去买美股之后呢，我就拿这10亿的美股再向你日本去抵押出9亿，然后再拿9亿去买美股，然后呢再抵押出钱再去买美股。所以哪怕日本只是涨了那么一点点的利息呢，这些加了杠杆的人都会爆仓，被日本追着还钱，钱呢就会被抽回日本了，然后大家呢都要卖资产，资产就会崩盘。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最核心的。各位，今天你在日本借钱去换美元，你最大的风险呢，不是日本给你提升那一点点的利息，然后你就会受不了的。你真的受不了的是日元的升值，也就是汇率啊。最近我跟100万粉丝做了场直播嘛，我发现最多人问的，他们亏钱的不是在4月美股股灾的人，而是台币升值，然后美元换回台币的时候，整体仓位就要亏 10%、15% 的人。同样的道理，汇率才是借日元最大的风险。比如说97年的时候呢，日本就没有升息嘛，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是因为美国升息抽水了，才导致泰国被索罗斯做空崩盘的。但如果你真的查下去，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泰国呢，有 55% 的债都是从日本以很低的利息接过去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当时的日本跟这个泰国说嘛，啊，我给你借钱吧，利息非常低啊，我不会给你升息的，这样你就不会怕还不起了，对吧？所以泰国的那些工厂啊、企业啊，就跟日本人借了很多的钱，然后在97、98年的时候呢，泰铢就被索罗斯做空了，不断的抛出泰铢了。也因为这样呢，日元对泰铢呢暴涨了1倍多，这就跟高利贷没什么区别了。就好像你借了我100万，你要还钱的时候呢，啊，因为你国家的汇率贬值了，我的呢就升值了，所以你就要还给我200万。你还不起呢，要不就是拿你公司的股份，拿你家的房子、车子出来抵押，这样你的资产呢就会被转移到日本人的手上。要不呢，就是把你所有的资产拿去贱卖给美国人，卖完呢就给我日本人还债，那你怎么选呢？所以当时的日本虽然没有升息，但不代表它没有抽水啊，它是直接抽走了泰国1900多亿美元的贷款啊，引爆了97年的金融海啸。也就是说，日本它要打开这个抽水机呢，它不一定要去升息的，只要它可以让它的日元去升值，就可以抽走全世界之前借日元换的美元。所以日本抽水的力度大不大呢？不是看日本升息多不多的，而是看日本的汇率涨多不多的。所以你会发现97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呢，日元对泰铢升值了1倍多。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日元对美元升值了 30%。而最狠的其实是欧债危机的时候，就算这个美元对欧元呢，也只是升值了 30%， 但日元是直接升值了 80%， 直接把欧洲之前低利息接的日元呢都抽回日本了。而这一次呢，重点就来了，我们再回顾一下，为什么今年4月全世界都发生了股灾？其实关税呢也只是一个导火线，真正的炸弹是日元对美元升值了 12%。 从1月到4月就4个月，日元就升值了 12%。 也就是说，全世界借日元换美元的人，他们借钱的成本直接涨了 12%。 你借100万，你就要还112万。所以只要你借了这100万，你赚不到12万，你就是亏钱了。然后呢，还要给你搞个关税，那你不就要赶快的贱卖资产了吗？所以到头来你还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在日本借钱汇率亏的钱呢，比你直接去美国借钱的利息可能还要高1-2倍的。但你借的时候不知道吗？你只知道日本借钱的利息很便宜。同样的道理，很多人看见美股反弹了就进场了，等到卖的时候才发现，你手上的美元换回来你的台币、马币、欧元可能就亏了10几20%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年把美股赚到的利润都换成黄金、比特币这些避险资产的原因了。而这呢还只是开始。
因为现在的日本告诉你，他们的通胀现在越来越厉害了，也就是说，日本是随时都还会继续升息的。而美国呢，不但加关税，让全世界都赚不到美元，而且还不断的向全世界借钱。但美联储呢，却没有去印钱降息。简单来说呢，日本跟美国已经同步了，在向全世界抽水了。但你知道吗？每一次抽水呢，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刻。97年亚洲人呢，没有做错什么事了，但他们的工厂啊、房产啊就被接管了。08年的时候呢，很多兢兢业业的上班族也没有做错什么事了，但是他们的工作、终身的储蓄呢，都化为乌有了。但同时呢，有的人却可以把握机会，直接跨越阶层，整个家族呢瞬间逆天改命。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长期的去持有一只股票，可以灵活的去逃顶，也不需要学过什么经济金融学了，更不需要长期去盯盘分析什么基本面、财报之类的。他们只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投资策略，透过等待、观察，还有捕捉到趋势反转的暴利机会，透过复利呢，把利润不断的越滚越大。同时，因为有容错率的安全网，所以就算再差，输个4次，只赢1次，但依然他们还是可以盈利的。所以，如果你的投资方法是不符合这些条件的话，那么你只会长期的睡不着，输输赢赢的，甚至一直亏钱的。而我们的方法呢，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种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投资的方法了，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给你。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股票投资班呢，在这个月就会下架，也就是说，里面任何福利、任何内容呢，你错过之后就没有了。所以重中之重就来了，现在日本跟美国同时抽水，到底会发生什么？各位，比如说这个阿根廷印钱了，这个比索就会崩盘嘛；土耳其印钱了，里拉就会暴跌嘛。但是日本也印了无数的钱，甚至它是全世界欠钱最多的国家，但为什么日元还没有变废纸呢？很多人说啊，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很好啊，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 GDP 是日本的4倍，但全世界交易呢只有 3% 是用人民币了，但是用日元呢却有 38%， 为什么？很简单嘛，大家想要用的其实不是日元，而是美元。美国呢给日本提供了互换的额度，简单来说呢就是给日元撑腰，你拿着日元就可以随意的换成美元。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日元跟美元它们可能只是汇率的不同，但它们是可以理解为一样东西的，就好像水跟冰，它们的形态是不同的，但因为它们可以自由的切换，所以本质上呢它们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美国它可以简简单单的去印钱，然后呢就买走全世界的资源，还有全世界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产品，而日本呢其实也可以的。所以各位，很多人经常说啊，日本的经济失去了30年，日本的老人呢60岁还要工作，年轻人呢也躺平了， GDP 呢几乎不怎么增长，还有日本的老百姓呢存款不增反减的。但是日本它其实依然是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很简单了，今天我不工作了，不怎么赚钱了，但我有10亿美元的资产，那难道我是穷人吗？你在赚钱又如何呢？你有10亿的资产吗？同样道理，日本早就从打工族变成投资家了。你虽然可以看得到，日本以前引以为傲的什么手机啊、家电、半导体、汽车，到现在好像都在衰落了，但无所谓啊，我只需要去印钱，然后在全世界买，不就好了吗？我不用自己生产啊，我直接拿着印出来的日元，把全世界的工厂啊、土地啊、企业啊、资源都买下来，不就好了吗？比如说三菱就买下了澳洲的铁矿，三井呢就买下了智利的铜矿等等的。日本在海外的总资产其实有10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美债才欠了36万亿，
也就是日本只要把这些海外的资产都给卖了，就可以给美国还1/3的债了。而这些还只是明面上的官方数据而已啊。实际上呢，全世界有98万亿的美元隐形债务，那日本在里面拿着多少呢？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哪怕只有10%，也有10万亿美元。所以简单来说呢，日本早就改了国策了。我自己可以不赚钱嘛，但我只要去印钱，然后到全世界不断的投资，不断的放贷，我依然还可以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之一啊。所以以前美国跟日本呢，是全世界最大的2个水龙头，都在全世界放水跟撒钱。而自从22年开始呢，美国就关掉了水龙头了，开启了抽水机，疯狂生息抽水了，然后就拉爆了埃及、土耳其、阿根廷之类的国家。当时欧洲的经济呢也崩盘了。那为什么美国没有崩盘呢？就是因为日本当时还在开水龙头嘛，不断的去印钱，还把利息降到0，让美国无限的可以去借钱。而现在呢，日本的这个水龙头也要正式关闭了，日债宁愿卖不出去，日本的央行呢也不去印钱了，而且还去升息了。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日本为了给美国投资，还要借更多的钱回来，也就是说，日本也切换到抽水模式了，它也要从全世界收钱了。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美元和日元都在不断的减少了，全世界没钱，那就只能向这个美国跟日本借钱了。但你现在想要借日元和美元吗？你就要去付更多的利息，更贵的汇率。简单来说呢，就需要借高利贷了。你借钱还不上了，你甚至要贱卖你的资产，然后美国的资本家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去降息印钱，抄底全世界贱卖资产了。所以各位，现在的画面其实就很清晰了。4月的关税引爆了全世界的股灾，然后之后呢，台币对美元那段时间最高就涨了15%，欧元对美元最高的时候也涨了15%，英镑对美元涨了13%，加元对美元涨了9%。简单来说，就是全世界的汇率平均都对美元涨了10%左右。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股灾发生之后，美国里面的钱呢都转移到了全世界。那他要做什么呢？很简单了，就是抄底贱卖的资产了。现在全世界的股市是不是都瞬间的反弹上来了呢？也就是说，美国透过关税，还有日本的抽水呢，去引爆了一场股灾。然后美国资本家已经在全世界疯狂的抄底贱卖资产了。那这是不是就代表美国的资本家已经完成了抄底，最危险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呢？各位，我只问2个问题。第一，美国降息印钱，也就是美国放水了吗？还没有啊。如果资本家已经抄底结束，是不是应该要放水，推高他们抄底资产的价格呢？然后第2个问题，如果日本继续的升息，日元继续的升值，日本继续的去抽水，那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日本自己就顶不住了。刚才就说了嘛，日本欠的钱是全世界最多的，而现在日本还要借更多的钱去投资美国。如果日本的央行呢还去提高它的利息，也不去印钱借给日本政府，那么日债就会出问题了。而日本政府呢就必须要把他们的海外资产贱卖来套现了。而这个时候，这些全世界的海外资产的价格是不是就会暴跌？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到目前为止还是持有史上最多现金，还没有去抄底的原因。因为4月的股灾之后的一波拉升，可能就是为了后续跌得更狠的。简单来说呢，日本一直以来靠印钱，在全世界买下了不少的资产，所以日本呢已经被养肥了。而美国呢，其实不需要收割全世界了，它只需要引爆日本，就可以从日本的手上把全世界的资产一网打尽。所以再简单来说呢，这段时间我们要关注的是日本会不会还继续的去升息，主动的去引爆自己呢？而不是说美国什么时候降息印钱。因为等到美国降息印钱的时候呢，资本家早就已经完成了抄底，然后才推高价格了，那就太晚了。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进场的机会，你要做的就是先准备好，先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你自己所用，而不是到时候还在问我啊，现在是进场的时机吗？什么资产还能买吗？啊，现在可能被套牢了，亏钱了怎么办呢？等等的这些问题，我只能说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现在还是免费，趁现在里面还要送福利，
趁在这个月下架之前呢，赶快去看吧，因为错过进场的机会，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的影片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哦，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嘛。而最近的局势呢，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